尊敬的各位开发者、各位技术爱好者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赵丹荣，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社区 workshop， 非常欢迎大家的到来。今天的活动我们请到了3位嘉宾，为我们分享3个不同的议题，他们将从不同的角度带我们一同解码仓颉编程语言的独特魅力。他们分别是 CJMP 工具链 Owner 郭梦薇、华为职业认证资深架构师董双、华为架构师神农框架开发负责人展望。欢迎以上3位嘉宾。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议题，也是第一位嘉宾，那给我们介绍一下 CJMP 工具链能力现状，有请。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 CJMP 当前工具链的整体情况。CJMP 呢，它的全称呢是仓颉 Multi-Platform， 定位是说支持构建 UI 和逻辑的高性能跨平台框架，提高跨平台效率。我今天主要是介绍一下工具链这边的整体情况。首先从整体架构来看，主要是分为4层：用户层、IDE 扩展层、核心工具链层，还有平台层。最上面是用户层，也就是说我们当前其实是以 VS Code 作为主 IDE 开发入口，然后同时支持原生 IDE 像 Android Studio、Debico 这些作为协同开发工作。对于开发者来说，其实可以直接通过 VS Code 这个统一的入口完成多平台应用开发流程，就无需频繁的切换一些工具。下面是 IDE 扩展层，这一层我们是提供了 CJMP 插件和仓颉插件。CJMP 插件主要是提供 IDE 侧的一个一站式开发入口，它通过一些可视化的按钮与工作流集成的，就是简化项目创建、运行、调试这些流程。仓颉插件主要是针对仓颉代码提供语言服务能力与调试能力，比如说我们在代码编辑的时候的一些高亮和跳转补全这些。一些其他语言的支持是由 VS Code 已有的插件能力提供。再往下是核心工具链层，这一层其实主要是我们的 CJMP SDK， 我们是提供了 Qs 命令行，可以比如说 Doctor 命令可以进行一个环境检查，然后 device 进行设备管理、build run 和工程管理这些一些命令行的工具。除此之外 ，SDK 还集成了 UI 组件库和系统逻辑库、仓颉 SDK 以及仓颉 SDD 等基础库与运行环境。其实仓颉 SDK 是作为底层语言支撑，有提供仓颉语言编译、运行时以及跨语言互操作等核心能力。最底下是平台层，当前是已经支持了安卓、鸿蒙和 iOS 3端。从整体上看，CJMP 已经通过统一的工具链和统一的语言，实现了多平台应用开发。下面我再介绍一下当前的一些核心能力。从整体上是已经覆盖了工程管理、代码开发、构建运行和调试协同这一整个的端到端的开发链路。工程管理方面，针对不同的业务场景，我们有提供不同的模板供选择。然后在工程创建的时候，就是既可以通过 IDE 的界面操作，也可以通过命令行进行终端窗口的这种操作。在代码开发方面，主要是使用仓颉语言统一开发，具有可以实现一码3端。另外也会提供一些 CP Skills 这些开发工具，主要是为帮助开发者快速的入门。构建运行方面，目前像安卓、鸿蒙 OS 3端都是支持一键构建运行的。支持的方式有一种可以直接在终端命令行运行 Qs Build、Qs Run 这种。第二种就是在 VS Code 里借助插件的能力，有按钮或者是菜单栏，下来菜单栏。第三种可以在原生 IDE 里构建，比如说我用 Android Studio 打开了我这个 CJMP 中的安卓目录，也是可以直接构建的。最后调试的入口也是在 VS Code 中，我们构建运行推送手机可以启动调试，主要是在 VS Code 里调试仓颉代码，在 IDE 中可能会协同调试原生语言的部分。当前是支持了3端的真机调试的。对于开发者来说，可以基于我们这个 CJMP 完成一个从工程创建到最终的部署的一个完整开发流程。后面也会通过一个简单 demo 来介绍一下每个步骤的过程。那在实际的业务中，开发者首先关注的就是我用什么模板。所以在实际业务中，就是我们通过以下这几个场景可以来说一下如何去选择这个模板。首先
场景一就是如果我是从零开始，直接想开发一个完整的 CGMP 功能，可以直接创建我们的运营工程。那这样它 UI 这整个的不设计其他的部分，整个都是 CGMP 的相关内容可以实现。场景二呢，我可能已经有了一个安卓应用，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很多都是已经开发中了，不可能是说从零开始。那我想局部开始引入 CGMP 的，那就可以用原生集成工程，也就是说我在一个原有的安卓应用工程里面，就是接入一个 CGMP 页面或者是一个 CGMP 组件这样的方式。场景三是我对一些平台比如说有一些平台能力扩展，像说相机、蓝牙这些系统能力，它可能本质上还是系统提供的这个 native API， 需要做一层统一的封装之后才能去调用这些。那这种对于平台能力的封装或者是其他可复用能力的封装，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库工程。上面介绍了这个模板如何选择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创建这个工程了。那创建工程我们前面也有说，比较常用的两种方式是命令行和 IDE。首先看一下命令行，我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示例。我们其实在配置完环境之后，我们通过 Qt create 就可以创建一个初始的工程，然后通过 build APK 这个就可以构建安卓端，其他的端也是类似的。其实看下来操作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是通过 Vcode 的这个界面操作，我们在安装完插件之后，可以从 Command CP 这种可以看到有 create、build 这种，那我们选择 create 就可以根据提示去选择对应的模板以及你存放的这个工程的位置。创建完之后，就可以看到在 Vcode 里有这么一个初始工程。这个工程大概我可以介绍一下它的一个基础的目录结构。首先是有三端的这个三端工程，因为需要构建到对应的平台上，肯定有对应的包。安卓工程这里面它包含了，这里没有展开，它实际上会包含 Gradle 这些配置文件。鸿蒙我们常见的这个鸿蒙工程，它里面会有 Havik 的这些目录 ，iOS 也是一样的，是它各自平台的一个目录。地部底下就是我们要写的仓颉代码，也就是说，其实对于用户来说，我只需要关注这个目录下就可以了，在这地方实现我想要的组件或者是系统的开发，执行底下的这些一些辅助的一些工程配置或者是 AI Engine 的这些辅助的文件。那有了这些之后，可以进行下一步开发。这地方可以顺便再提一下，构建其实也是在有按钮和命令行嘛，刚刚有讲，会有提示你是构建哪一端，像 APK 是安卓、App 包鸿蒙这些。下面我们再看一下仓颉开发这部分。开发我们是刚才也有介绍说用 UI 用仓颉一码三端的能力进行。这地方我给的也是一个示例，是一个 button 的按钮。刚才在这个目录下，我们去实现这样一份代码，然后进行三端的构建，推送到手机上之后，就可以看到有三端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对于用户来说，其实这就是比较一码三端能力嘛，我只写了一份代码，就可以在三端运行构建，可以尽可能的去减少多平台开发时候的重复成本。后面这个步骤我们也会通过一个实际的操作来简单的说明一下。除了这个 demo 场景，我们其实相关的能力也在实际的真实业务场景中进行了验证和应用，比如说京东的一些常链接场景、美团的那个列表场景等。最后再介绍一下我们调试的能力。开发前面已经构建运行到推送到手机了，那其实还可以在 run 的时候同时启动调试。那调试它其实依赖仓颉的 SDK， 所以我们在启动之前要配置仓颉 SDK 的路径。你在构建哪一端的时候，就可以指定对应端的这个仓颉路径，然后在启动调试时选择 Qt启动这个仓颉调试器。在启动的时候会有一个列表，就是显示当前连接的设备，我们只要选择对应的就行。我这里因为只连了一个安卓，所以这只显示一个。完了之后，等待之后，我们应该是会有设置断点。启动完成之后，在手机上点击 button 就可以看到屏幕上它会停到对应的断点处。如果继续再想调试哪一部分能力，进行不进不出的进行操作。整体上来看呢，我们当前已经具备了基础的跨平台调试能力，但可能有一些这些调试可能不是很完善的，后面也会进一步的加强。最后是介绍一下我们后续的一个演进方向。像
首先是会对工程管理模块进行一个增强，比如说模板体系的增强和构建链路的。下半年里是会对工程配置以及 ID 服务能力进行一个调试能力进行一个增强。长期来看，我们这个工具链也会进行一个持续优化，并不断的提升用户的体验，主要也是围绕着统一化、工程化和应用性和开发效率方面的方向进行演进。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社区进行持续的交流反馈，共同推进我们工具链的生态的建设。以上就是我关于本次工具链能力现状的一些分享，谢谢大家。这是这个分享，下面我在线下窗口就看一下我们的代码仓和一些文档的说明，应该能看到，还没有切过来，稍等我切。好，这个是我们 CGMP 的主入口，这里会有就是各个仓库的一个说明，还有一些初始的链接，比如说我们用户开发者的这个地方进来看一下。开发首先要下载我们的 SDK 是在一个 Git 仓库里有不同的分支，目前是提供了 Mac 和 Windows 两个平台的，可以选择对应的版本，通过 Git clone 的方式下载到本地。我们再回到刚下载 SDK 之后，会有一个相应的配置，比如说我们指定一下它的路径。因为我们刚刚有介绍主 IDE 是 VS Code， 所以非常推荐安装这个在 IDE 里进行开发。当然，如果是不安装的话，也可以通过终端的其他的方式。然后，因为三端呢，它会有依赖一些它本身的这个构建的工具，比如说 Gradle 和 Xcode Builder 这些，所以我们要安装一些Android Studio SDK 这些的相关的环境。这里我就不再一一细说明了，就大概过一下。然后我们还有 CGM 插件，这个安装也是有相关的文档说明，在 VS Code 里通过这个从磁盘选择从磁盘这个，然后两个插件呢，其实是在我们的 SDK 里面都有，在这个 Tools 的目录下，就是这两个插件，可以通过这边的指导方式，然后进行安装。这还有一些常用的命令行，当然如果直接通过杠 H 的方式，也可以看到一些介绍。相关的版本说明它是在这个 Release Note 底下，主要文档都在这里，我就不再一个一个详细的打开了。然后下面我们从 VS Code 里再简单介绍一下主要的操作。这里的话，首先我们就是配置完 SDK 之后，我在初次创建工程的时候，它是会提醒你要选择 SDK 安装在哪里了。然后我是已经配置过了，就是这步就直接不会再弹出来了。然后插件安装的话，刚刚有讲是在这里可以看一下，这里我已经安装过了，但它这里需要一个加载的过程，可以选择从这里地方安装。安装完之后就是会显示有这两个插件，可能要重启 IDE， 然后 Ctrl+Shift+P 的话就可以看到有 Create， 然后选择你要存放的这个工程的目录。我这里已经创建一个，就不再重新创建。创建之后，我们的构建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个构建的按钮，可以选择对应的平台设备。Run 的话是通过下拉菜单的方式，有 Run 或者是 Run with Debug 这种。Debug 也可以通过调试这个地方来进入，也是可以的。然后这里也可以再详细看一下每个的这个工程目录，像安卓底下其实核心的就是一些 Gradle 的配置 settings 这些原始的安卓配置。鸿蒙的话也是有一些 Avig 的配置。然后这里呢是我们的仓节代码，这里只是一个示例，可以在这进行拓展。然后这是我们的工程配置，当前是创建的是一个简单的应用工程。OK， 那个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全部分享。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进行提问。好的，在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然后请老师这边帮我们回答一下。然后第一个问题，想问 CGMP 现在有没有正在使用的应用，并且已经上线的呢？这个问题我刚刚有讲，我们这边目前实际业务场景主要是京东和美团那边，然后京东这边的长链接应该是有上线的，但这个上线的具体情况我可能不是很了解。好的，那下一个问题想问，我们当前这套工具或者说整体这个内容是可以直接提供给所有人使用的吗？是否还需要一些权限获取？它是已经完全开源的吗？是已经完全开源的。
就我刚才展示的都是就是所有用户可见的链接，在 Gitcode 上搜索 CGMP。然后如果是想要有一些深度的使用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然后提供一个就是功能更全的这种定向开源版本。好的，如果大家有意愿的话，可以在我们直播右侧的这个讨论区里面进行回复，然后到时候我们会帮助大家联系到我们分享议题的老师。好，然后呢，下一个问题，请问 CGMP 未来是否会有计划支持 Windows、macOS 的桌面应用？这个长期计划应该是有的，但是近期可能还没有这个计划。近期主要是安卓、鸿蒙和 iOS 三端这个功能的完善，然后长期的话应该是会考虑更多的这个设备的支持。好的，谢谢老师解答。然后还有这边一个问题想问 CGMP 和 Kotlin 的这个定位是否是完全重合的？ CGMP 和 Kotlin，不好意思，说错了，是 KMP。我理解这个不是那个完全重合的。首先，CGMP 呢，我们就是有支持鸿蒙端，是安卓、鸿蒙、iOS 三端。其次呢，我们 CGMP 也是有多 UI 前端的这个支持的。这个详细的就是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界面。好的，非常感谢老师解答，也欢迎大家使用我们的 CGMP 到刚才老师发的这些链接里面去学习一下，看看我们具体文档的相关内容，自己上手体验一下。也欢迎大家在我们这个 CGMP 的组织和源码仓里面进行相关的交流，也都会有相应的对应的负责的同事和责任人来给大家回复。好，那时间关系，我们第一个议题就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郭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我们提问的各位同学、各位观众。好的，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多使用、多提问。好，拜拜。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二个议题，有请董双老师为我们分享职业认证方案加速仓颉人才布局，有请。好的，我共享一下屏幕啊。好，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大家下午好。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在这个仓颉的直播间相聚。今天我这边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是职业认证方案加速仓颉人才布局。我是今天的这个主讲人董双，来自华为全球培训认证中心。我日常主要负责基础软件方向的培训产品架构设计与课程研发。那么我今天呢，结合当下这个国产软件替代和自主可控的这个行业大背景下，那和大家简单聊一下整个仓颉生态发展和当下的这个人才缺口，以及我们华为职业认证的这个体系架构和蒲公英人才计划，主要是刚刚也讲过的这三大板块。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看一下整个仓颉的这个发展历程，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仓颉语言它诞生于2019年。2019年，华为仓颉编程语言实验室正式成立。我们当时是联合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两所重点高校，共同一起研讨了面向国内产业环境的下一代国产编程语言，规划了我们自主可控的编程语言的技术架构和核心能力。那么到了2021年，实际上我们这个仓颉的名字才正式诞生。那么它是以这个我们华夏先贤的仓颉命名，也寄托了我们华为打造自主可控编程语言的这个愿景。我们希望打造一套完全国产自研、底层架构自主可控的这么一个编程语言，摆脱国外编译体系的这个技术依赖，想要服务更多的这个国内外的政企啊、互联网工业软件。也就是我们的定位是一个全场景的一个应用开发，助力整个国内的这个基础软件实现这个国产替代。到了2022年，我们仓颉语言持续的这个迭代打磨，我们在不断的一个完善，率先在我们华为公司内部商用落地，主要包括有我们的数通交换机和核心网等业务。在企业级的真实场景中，不断的优化我们仓颉的这个语言的性能，提升它的一个稳定性。到了2023年，我们才正式对外商用，包括有外部14家的这个公司试点商用，有工商银行、中国移动等等的这些各大型企业。
我们真正从内部的这个技术验证走向行业商用落地的一个阶段。到了2024年，我们在整个鸿蒙 HDC 开发者大会正式亮相，由余承东先生正式对外发布了仓颉预览版本。至此，仓颉语言正式面向全社会公开亮相。到了2025年，也就是去年，我们整体的这个仓颉 LTS 长期稳定商用版本正式发布，包括也在7月30号全面开源。这时候我们的整个编译器运行时标准库所有的代码都已经对外开放，真正实现了这个底层自主开发，不存在这个国外开源代码的这个版权约束。相比于我们之前很大多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国产的开源语言，真正实现了架构上的自主可控。与此同时，我们同年的这个12月，我们 HCIA 仓颉 Developer 开发者认证正式推出。我们这个认证整个就是补齐了仓颉生态的这个人才评价标准，一方面帮助企业能够快速的筛选掌握仓颉开发技能的一个工程师，另一方面，开发者拥有了这个官方权威的这个背书，个人技能能力能够被企业认可、被企业看到，也推动了仓颉开发人才的一个规模化的培养。我们预估2026年是仓颉规模化商用落地的一个关键一年。其实截止到2026年年中，已经有和仓颉生态合作的企业已经多达450多家。随着国产替代，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这些政企单位、互联网企业、工业软件等等加入仓颉项目。其实相比于整个我们的一个生态布局，我们其实有很强的这个能力。我们仓颉整体的一个特性体现在这个高性能、强安全、跨平台和智能化这么4大领域。包括刚刚我们的一个议题讲了我们的 CJMP 是吧？我们的仓颉语言它能够实现一个跨平台构建，在这个一套代码能够同步在 iOS、安卓和 HarmonyOS 上面实现一份代码的跨平台构建和多端调试的这么一个能力，帮助开发者高效的进行编码工作。我们也发现，其实我们到了25年才正式开源。短短1年时间，我们已经有如此大的一个规模，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开发者高效的进行编码的一个工作。当然，仓颉语言游戏像我刚刚说的，它还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相较于其他语言，是一个新兴的一个领域，一定存在它的一些不完美的一些地方。我们也在不断的对它进行完善。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技术爱好者共同的加入我们的仓颉社区，共同的繁荣仓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整个仓颉至2025年开源了以后，各大企业和高校陆续参加了这个生态共建，包括美团、大众点评、京东、携程旅行、阿里巴巴、腾讯、新浪、小红书、爱奇艺、LeetCode 等等的这些企业，都已经开展了这个仓颉项目的适配迁移，包括这个刚刚也说了，这个我们的不仅有企业，仓颉编程语言的这个开源贡献者也达到了4300多名，包括有中国移动、工商银行、东方通、讲道出行等等的这些耳熟能详的一些企业。然后还有一些高校开发者，东北大学是吧？各大高校、西北工业大学等等大学，还有是北京交通大学、邮电大学都参与到了这个开源社区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我们自发的一些兴趣小组，就民间的一些兴趣团队也在繁荣我们的仓颉生态，可谓是这个我们整个仓颉生态的一个繁荣。那么讲完这个仓颉生态，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华为职业认证。华为职业认证体系至今其实已经有15年的一个发展历程。我们从2011年正式启动，在15年间不断完善人才评价标准，服务于各业的这个数字化人才建设。2012年，我们推出了第一个 SCIE 的路由交换认证，第1年的这个持证人数就达到了这个1万人。截止这个2025年，全系列的华为职业认证持证人数超过100万人，认证覆盖22个技术方向，110多门的这个标准化的一个认证考试，以及全球的一个考点超过5000家，考点布局覆盖面广，全国各地都可以就近的一个预约考试。
我们证书其实在这个国内政企通信软件有个普遍较高的一个认识。华为认证不仅分为这个认证考试，就是我们一个比较体系权威的一个考试，还分为这个华为微认证。我们这个有2大的一个标准建设，一个是职业认证，刚刚给大家看到的就是 HCI-X 这个体系，然后经历了这个15年的一个发展。然后还有一个是华为的一个微认证体系，是我们这2年才推出来的。我们的职业认证对标的是企业岗位完整的一个用人标准，属于这个系统化的一个能力考核，考核内容其实全面完整，对标企业上岗真实的一个要求，适合想要系统学习技术、从事岗位全职开发的人员。我们的微认证则侧重碎片化的一个学习，贴合上班族学生业余的一个学习节奏，大家可以利用一些碎片化的一些时间，专攻某一项场景化的开发技能。相对于这个我们的职业认证，微认证的考试难度会更低，学习周期也会相对较短。我们适合一些零基础、快速掌握仓颉单项开发能力的这么一些人群。目前我们也推出了3门仓颉微认证，同时配套有这个 upgrade 的一个进阶考试的一个通道，能够获取到我们刚才说的比较权威、比较系统化的一个 SIA 证书。然后这一套的一个组合模式，也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第3块的一个内容，这个蒲公英的一个人才计划。然后下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蒲公英人才的计划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规则。这一页就是我们这个2026年的这个华为蒲公英人才计划，就是像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完成3门微认证考试，再加一个在线的 upgrade 考试，就能够获得我们对应的 HCIA 的认证。然后整个活动时间是到今年的11月30号，也就是截止到现在，从现在开始往后推算，还有不到半年的这么一个时间。活动有效期内，我们的3门仓颉微认证分别是，后面也会讲到，分别是仓颉数据处理、仓颉面向对象编程和仓颉网络与并发编程这3门课，覆盖了仓颉最核心的3大开发技能，也是企业项目中最常用的功能模块。我们3门考核合格了以后，叠加这个 upgrade 考试，能够获取到我们的刚刚说的 HCIA 仓颉 developer 的这个认证。然后同时我们获取到了这个仓颉 developer 的这门认证以后，我们对于后续参加华为仓颉有关的这些赛事，其实都是有加分政策的。包括我们即将要推出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仓颉的一个官方网站。我们的仓颉应该是在7月中旬会发布一个仓颉3方库的一个大赛，然后届时如果获取到 HCIA 的这个认证，是会有这个初赛加分的一个政策，到8月初赛会有一个加分政策。据我了解，这个3方库大赛的奖品会非常丰厚，只要入围我们的3方库的大赛，基本上都是能够有奖品的。然后还有我们就是整个华为公司1年1度的这个 ICT 大赛。ICT 大赛去年的话，我们仓颉赛道是有6000多个人参加。然后这个的话，去年因为是我们仓颉认证是12月份推出的，然后没有赶上这个 ICT 大赛。今年的话，我们应该依旧是有 ICT 大赛的。在11月初赛的时候，我们考取这个 HCIA 认证也是有初赛加分的。然后往后也会有，比如说中国软件 CCF 大赛的一些初赛加分，或者说是有持续更多的我们仓颉官方推出的一些赛事活动，我们考取 HCIA 的一个认证都会有相应的这个加分政策。然后整体的一个微认证对标我们的一些职业认证的话，这个微认证肯定是更加灵活，能够有这个全程在线，我们自主自助的一个进行一个微认证的考试。然后 upgrade 的话，我们是在线预约，然后我们就是在线预约考场，也是能够在线的一个考试的这么一个形式。价格的话，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3加1 upgrade 的蒲公英人才计划应该是199块钱，然后也是很便宜的这么一个优惠给到大家。然后我们再来往下看一下，这是我们具体的这个微认证和 upgrade 的考试介绍。刚刚也说到了这个仓颉3门的这个微认证，就是数据处理、实战微认证和面向对象微认证和仓颉网络与并发编程微认证。然后这个右边的话是我们的 HCIA 仓颉 developer 的这个 upgrade 考试考纲。它这个考纲的话，如果你们去研读整个 HCIA 仓颉 developer 这个认证，实际上和它的知识点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同步对标过来，我们的这3门微认证其实已经涵盖了85%以上的这么一个知识点。所以说，如果说学习完整个3门微认证，再到这个进加 upgrade 考试，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我们只需要简单的一个复习进阶，应该就能够晋升到我们的 CIA 这个认证。3门这个微认证的这个都是理论考试，没有一些过多的这个编码的这个题目，编码的这个编程题。但是单选多选里面会有一些编程的一些设计和编程的一些问答啊，但考试形式都是单选多选和判断，然后考试时间是30分钟，然后题目也就20道题，然后满分100分，80分通过。upgrade 考试的话，考试时长是60分钟，考试题数是40分钟，然后比这个我们的这个微认证的这个考试多了一个填空题，但是它的通过分数是600分就能通过了，也就是你只要及格基本上就能通过。整体的微认证的一个难度是比 HCIA 仓颉 Developer 难度要低的，然后每门微认证可以考5次，我们取最高的一个成绩，所以说这个5次机会，理论上我们的微认证一般来说都是能考过的。然后刚刚也说了，这个 HCIA 仓颉 Developer Upgrade 考试和这个难度和这个仓颉 Developer 持平，然后题目数量减少40道，然后考试时长也是60道题，然后也是在这个自主在线的一个考试。然后 upgrade 的考试是线上统一考试。然后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仓颉微认证的一些具体一些内容。然后我们整体的一个刚刚也说了，就是一个场景化的一个微认证的一个设计。我们想要就是在微认证中把我们的这些理论带到我们的一个实践，也就是说，不仅是要学知识，更要动手。我们需要动手去实操演练，把我们的这个知识点给夯实下来，变成我们的技能点，真正的能够做到给企业或者说我们未来就业能够真正用得上，而不是只是单一的堆砌我们的一些知识。那么整个课程亮点就是刚刚我说的，整个就是从这个理论认知到底层剖析，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动手实践。我们整个3门微认证都是围绕这个动手实践来设计的，包括这个我们第一个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仓颉数据处理的实践，它分为3大一个知识点的一个模块啊，跟枚举类型、集合类型以及文件操作。那么课程采用的这个都是一个推进式的一个模式，3门的这个3大知识点，它的一个实操演练，最终都推向于一个完整的智慧零售系统数据分析，不断的这个功能的一个叠加，然后也贴近我们实际的这个项目重构的一个这么一个情况，深入的这个模拟企业真实项目的迭代过程，让我们学习这门微认证的一个人员能够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工程全局观，构建出纯正的这个仓颉编程思想，我们力争实现我们出训及上岗的这么一个能力。然后这是仓颉数据处理实践的微认证。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仓颉面向对象编程设计理念，其实跟刚刚的那一门这个数据处理是一致的。它也是通过这个理论认知到底层剖析和动手实践的3位一体的教学模式。我们从这个智慧家居的这个核心场景入手，通过整个先从一个单一的一个智能空调的一个设备管理，到多设备智能管理，再到整个智能家居设备云上的一个管理，也是从一点一点的带大家从零开始，对于项目功能的持续叠加和进行代码的一个重构，模拟整个真实企业我们做一个智能家居设备管理系统的这么一个能力，让学员在做中学，学中练，练中悟，逐步建立起整个仓颉工程的全局观，从零来构建多设备智能家居管理系统，通过控制台实现整个全屋的设备集中式状态管理和动态调度，也希望能够做到出训就能上岗，我们无缝的对接我们的这个企业开发的一个需求。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门仓颉并发编程。仓颉并发编程和刚刚是2个有一点点不一样，刚刚2个是我们等于是一步一步带大家做一个完整的一个项目，然后仓颉网络与并发编程实际上我们做了2个项目，一个是后台服务开发，还有一个是在线客服。我们整个两大特性深贯彻了整个仓颉的一个核心特点，然后让我们带领
大家能够了解到仓颉的这个心跳检测高性能服务框架的一个架构，以及仓颉应对复杂客户端的这个消息链路，确保我们这个学员能够掌握独立构建高可用、低延时的一个仓颉并发网络系统的这么一个能力。以上就是整个我为大家带来的仓颉职业认证的一个报名的一个情况，以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蒲公英人才计划，依托于这个仓颉生态，能够加速仓颉生态更加繁荣的这么一个事情。主持人，我这边分享结束了。好的，非常感谢老师的精彩分享。那我们在直播过程中也收到了一些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想问我们分享嘉宾，今年是否还会开放更高级的仓颉职业认证呢？这个的话，暂时今年我们没有规划更高级的仓颉职业认证。我们目前的话，应该今年还是以推广我们去年年底才开发的 CIA 仓颉 Developer 这门认证为主。好的，那针对职场人开放，是否今年会开放仓颉布道师相关的注册或者相关的认证规划呢？我们当前的规划是否仅针对于学生群体？我们当前的这个蒲公英认证其实是面向公众的，我们没有仅针对这个学生群体。当然，学生群体肯定也是我们仓颉开发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群，但是我们的这个仓颉的这个蒲公英人才计划并不仅仅是针对于学生，只要是对仓颉想学仓颉、想了解仓颉、想加入这个仓颉生态的这些人群，我们都是很欢迎的。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可以参加这个蒲公英人才计划里头来。好的，非常感谢老师解答，也非常欢迎我们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到我们这个蒲公英人才计划中。好的，那下一个问题想问老师，刚才介绍的这个活动中，参加完微认证后，是否还需要付全部的 HCIA 考试费用呢？想要拿到 HCIN 仓颉认证，最终优惠后是多少价钱呢？这个可能想请老师解答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嘛，就是整个3+1的 upgrade 政策，就是蒲公英人才计划，就是总共价格是199，然后付完199的话，应该就会直接能够学习到3门微认证。我们微认证学完了以后，如果说你们通过了这个3门微认证的考试，后台系统会自动给你们发放整个 upgrade 的一个考试的考卷，然后你们拿这个考卷，就这个考卷目前是免费的，然后拿这个考卷就可以直接去考我们的这个 CIA 的仓颉 Developer 的这个认证。然后，但是这个考试的场次是需要就是集中考试，然后我们需要在线上预约。然后考试形式也是线上考，不需要像我们其他的这些 HCIA 的这个认证一样，有些应该是线下考的嘛。如果大家了解我们华为职业认证的话，就是大部分是线下考。然后蒲公英人才政策里头所有的这些考试，包括微认证、Upgrade 全是线上考。然后有一些什么要求，就是我们的设备要求啊，或者是一些考场纪律要求，然后我们能够保证能做到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就整体的一个价格是199块钱，然后199块钱付完了以后，能够拿到3门微认证的这个学习和考试，然后考过了3门微认证，然后系统后台是直接免费发这个仓颉 CIA Developer 的这么一个upgrade 考卷，然后拿到这个考卷，我们就可以预约考试了，预约我们的这个 HCIA 的这个考试，就可以考试通过就能获得到我们官方认定的这个 HCIA 的这个证书。好的，感谢老师的解答。那我们这次活动的这个优惠力度也是非常大的，相比我们全价的 HCIA 也优惠了很多，包括刚才老师提到我们后续在这个我们的三方库大赛，还有今年的 ICT 大赛中，都会将这个 HCIA 的认证作为一些额外的加分项，也非常欢迎大家来考取。然后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扫描我们的这个参与二维码来进行一个相关的这个进一步的了解，后台也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替大家解答更加细致的问题。那时间关系，我们这个议题就先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的分享，欢迎大家考取我们的 HCIA 链接，一起学习仓颉。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议题，
请华为架构师、神农开发框架负责人展望老师为我们分享 AI 辅助仓颉神农开发套件实践。大家好，我叫展望，然后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仓颉我们开发了一套叫神农开发套件的一个组件，然后它这一次是由全 AI 辅助做的一次开发。帮忙切一下下一页。第一个是项目背景的，继续吧，下一页。我先介绍一下神农的这个开发框架。这个开发框架叫 Silo Project， 它是一个仓颉原生的一个开发框架，它是用仓颉语言，完全由仓颉语言构建的。它的编码风格是类似于 Spring 的声明式的一个风格。它的基本功能其实是对标 Spring Framework 的。然后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后面又把 Spring Boot 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态上比较常用的，比如说缓存，然后数据库这一块的能力，我们也做了一个补齐，然后我们就把它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叫 Silo Project 的一个项目。它基本上是涵盖了整个微服务开发 MVC 模式这种场景下的所有的一个能力。目前基本上看一下，左边就是我们的核心功能，首先是 IOC 容器，然后这个 IOC 容器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多，这个是基本上是按照 Spring Framework 的那个风格来写的，但是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设计。我们的 IOC 容器是基于 LT 技术去实现的，就它不依赖反射，所以它的运行效率是极高的，基本上是没有额外的运行开销，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异点。其次是 LP 的话，当前已经支持了事务日志，然后安全，包括还有自定义扩展的一些 LP 能力，这个也是已经都支持了。然后它也是通过代码生成实现的，这个也是在运行时的效率应该来说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然后再往下就是 ORM 这一块的话，我们提供了两个，第一个是标准的数据库的一个基于 ODBC 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驱动的实现，这个是我们近期在做的，可能还不完善，但是基本功能是已经都 OK 了。第二个是我们在此基础之上，然后做了一个叫 Silo Split 的一个模块，它的能力是提供了类似 MyBatis 的那种注解风格的这种动态社会绑定，这一块也是完全融入了 Silo Project 的IOC 容器里面，所以他们是可以配套使用。再往后就是Web 开发的话，我们用的是内置的一个仓颉原生的 HTTP 服务器，然后底层提供了两种，一种是基于 TCP， 一种是基于 UDP 的一个实现，当前也是可以完全正常使用。叠加在此之上，其实还有很多过滤器、拦截器、安全组件这块的东西，这个就过多的讲，这个大概的介绍一下。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也是用的比较多的是一个缓存，这块的话我们当前支持了一个内存缓存和 Redis 缓存两种，然后它是依托于我们额外的一个叫 Cagefy 的一个项目，也是仓颉纯原生开发的一个项目，它里面实现了一个 WinTinyFi LFU 的那个算法，然后 Redis 的话是作为它的二级缓存，这个目前它是被用在 Split 的ORM 组件里面的一级缓存和二级缓存它都在用，就是用了这个模块。然后基于它，我们也可以做业务级的这种基于声明式的这种模块，它就比较类似于 EHCage。因为我们当时设计这个组件的时候，就是参考了 Java 的 EHCage 和咖啡因，然后我们做了这个本地的缓存实现和多级缓存框架，然后提供了 Redis 的这个二级缓存的一个实现。企业级的安全模块，这个其实就是对标的 Spring 的Security 这个模块，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多说的。我们把它基本的大体的功能都做了一个实现，这个可以具体看一下我们项目里面的文档。为什么用它作为这个来搞？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其他的一个项目，然后这个项目的话，我们就在研究让 AI 做这个大型项目的一个开发到底行不行，所以我们就挑了 Silo。因为为什么呢？就是首先我刚才讲了那么多东西，其实它核心可以看到它的核心的IOC 容器是相对来说是实现起来是非常复杂的，然后它会用到代码生成，那么代码生成它就需要用到 AST 解析，就是这种抽象语法树这一块的东西。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刚才我们讲的有功能也很多，是吧？所以这些功能之间到底怎么配合，到它的AI 能不能按照我们的要求，是吧？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整合起来，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这个我总结了4点，这个大家看一下。其实核心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事情，因为它用了 LT， 所以它的技术比较复杂。然后第二个，它的功能的复杂度也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项目的一个验证，基本上可以说是成功了吧。然后可以看一下AISQ 成果，这个项目是我们从3月份开始搞的。这个因为白天在上班，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就一个人晚上的时间，或者说抽空，是吧？用远程的这种方式布置任务的方式让 AI 来做。
这个里面可以看到，我们99%的代码都是由 AI 生成的，人可能只写了少量的那个文档和一些少量的验证代码。然后现在的话，总体的代码量是11万，涵盖的这个模块现在应该是18个还是17个还是18个？这个目前可以来说，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好，往下一页，继续下一页。啊，这个我这一次的话，其实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一次项目开发过程中早期犯的一些问题和我们的一些解决方案。第一个就是使用 AI 做这种大项目，其实大家都会普遍遇到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那个，因为仓颉是一个比较新的语言，所以目前的一些模型是没有针对它进行学习的，所以它容易产生一些幻觉，特别是这些 API 的这些错误的使用。这个的话，可以典型的有个例子，就是 map 在仓颉里面是用 add 这个函数来做的，但是它因为学习过其他的语言，所以它就直接用了一个 put， 这个典型的就是 Java 的这个风格。然后第二个，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大型项目类模块的一个复杂程度的一个事情，就我们刚才现在讲了有17个模块，那么这个在 C6 里面这个模块其实更复杂，因为它既有 FFI 的这个依赖，还有代码依赖，还有就是这种生成时和运行时两种的差异的那个区分，所以如果 AI 它没有就是说理解这些东西的话，它很容易就产生一个错误的依赖。典型的就是刚才我这里面画的一个，就是说运行时模块依赖了一个编译时的模块，这个肯定是不行的。这个所以但最开始的时候它确实也会经常犯这种错误，对吧？第三个就是文档和代码脱节这个事情。我们之前搞开发的时候，因为效率实在太高了，所以就很容易陷入一个叫大家听过的叫 web coding 那个嘛，就是我就给他布置任务，我遇到的啥，我想做啥，我就跟他讲，让他就一把搞定。然后 AI 其实它的这种规范化的这种视野是非常不足的，这些东西其实依赖一些外部的工具，就比如说就做得好的可能就类似于那个阿里的 Cuda 是吧？它那个对文档这块的东西做的是比较好的，但是像我们平常常用的一些工具，通用的，比如说 Cloud 和 OpenCode 是吧？它其实是没有对这一块东西做强制性的，所以我们也在后面做了一些事情，让这个代码修改和这个文档能及时的同步起来。其实这前面3个问题，其实反馈的就是早期我们就没有这种工程化的一些思维是吧？然后我们就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可能当时就解决什么问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碰到了坑，是吧？然后我们也踩了很多。最后的话，实际上有一个这种爆炸的恶性循环的一个事情，就讲什么呢？就因为我们遇到前面这个问题，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我们生成了错误的 API， 那么我要么就提示说告诉他你这个不对，要再进一步的话，我们就把这个错误修正写进提示词里面。是吧？然后这个是让 AI 自己去加载去读取。第二个也是，就是第二个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规范告诉C6 framework 不能依赖 generate， 那么这一次它就会去修正。下一次的话，那么我们也必须把它写到一些那个，比如说 agent 的 MD 是吧？这种规范里面做这个事情。做着，后来会发现我们这个 agent 的 MD 就从几十行是吧？从我们普通的一个编码规范变成了一堆那个什么约束、错误提示啊，巴拉一堆东西。它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消耗 token 的，这个对长任务，就特别是我们早期的时候，从那个时候3月份的时候，其实刚刚才出那个5.0，普遍的那个上下文只有200K， 是吧？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特别是对仓颉的这个开发，因为这些问题导致它的这个能有效利用的这个上下文窗口是比其他语言是要窄的，而且不是一点窄，是窄很多。做一些大型任务，特别是复杂修改文件较多，是吧？那个要读的文档比较多的时候，那么它经常就出现错误，然后反复，然后导致上下文压缩。上下文压缩了以后，那么这些之前给他写的这些规范，告诉他的一些错误提示，他就全忘了，是吧？然后最后上面的问题又全部重现。好，下一页，这个是一个复盘。我们早期其实这个大家看一下吧，就是我们早期犯的那个错误，其实我刚才都已经讲了，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过度的依赖这个提示词工程，也就是我们遇到啥我们就喜欢把它写到那个 agent 的 MD， 是吧？就把它当做一个像代码一样的东西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开始就陷入了一个类似 web coding 的这种模式，就是没有跟他讲清楚我们的约束，没有告诉他我们哪些东西是能做不能做的，让他自己随意发挥。第三个就是这个人工流程品，就是我刚才说的代码同步和文档同步和代码审查这两个事情，这两个事情都是必须要人去触发一下，就告诉这些 coding agent 是吧？说你完成代码以后，你要给我去做这些事情。第四个就是缺乏一个持续的验证机制，就我们早期让 AI 改代码是吧？然后它也编译通过了，但是它经常会引入一些问题，
我们就没有建立好很好的这种测试，所以后来我们这个也是对这个专门做了一个加强。核心问题啊，这个就大家看一下就行了。我其实都已经讲了，我们就直接过下一页吧，继续。这个是我们做了一些当时做了一些优化手段，也给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给上下文做了一个减负，然后这个减负的话主要分2个手段。第一个左边这个就是我们把全局的这种复杂的 agent 的 MD 我们就把它进行了一个拆分，我们按照模块和根这2种维度去做了一个划分。根的那个 root 的那个 agent 的 MD 我们就只放一些语法规范，然后依赖矩阵和变更保障，还有一些什么 git 提交规范。然后每个模块里面的这个 agent 的 MD它是就放它自己这个模块相关的一些内容，就做这个拆分，然后就把一个大的全局的 agent 的 MD 就拆分成了小的。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第一，我改一个模块的时候，第二个不需要的模块其实我是不需要关注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是用 sub agent 这种模式执行的时候，是吧？那么它注入了这种上下文的这个 token 就少了，这个就能给它增加一点这种叫甜点空间吧。这个第二个手段就是主 agent 的 sub agent 的这个形式。就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把任务就平铺直叙的就告诉他你要改啥，你要改啥啊，就这个其实我们是没有对这种进行针对性设计的。后来的话，我们是专门做了一个叫上节 DEV agent 的一个这种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markdown， 它不是那种 LM agent， 它是就相当于是一个那个 coding agent 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在它里面指定的就是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是要派发 sub agent 的这个去执行的。这样我们在主任务主 agent 里面，我们只做这个就是流程控制，还有决策。然后子 agent 的话就做具体的编码任务，还有 bug fix。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当时做了一个测试，就是把这个上下文爆炸的这个点延后了非常非常多，基本上我们可以让它长期的在跑。其实这个事情更进一步就是要外挂，要改进 agent 的，这个可能现在已经有一些这些东西已经发现了，是吧？就是他们已经比如说 Q 的，就我就现在感受比较明显就是 Q 的，它这个里面它的执行就是会动态的开发 sub agent 的，大概是效果是这样的。然后通过这2个手段，其实我们基本上把上下文爆炸这个事情已经控制的还算可以了。现在当然又有新的一些手段了，比如说查询代码，是吧？查询代码的话，我们用那个 code graph 或者一些这些类似的这些库，这个库可以把 agent 去扫代码的这个成本压得极低，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当然我们现在其实都已经在用起来了，这个在 Silo Framework 里面已经也有体现。下一页。第二个就是那个刚才讲的这个文档这个事情，文档这个事情，我们最开始的版本的话是想，也是在那个 agent 的 MD 里面告诉这个 agent 说，你做完一个任务开发任务以后，你必须给我有同步文档。但是我发现这个效果不好，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它是放在user report 里面的，它的那个遵循度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这个特别是一句话，大家都会发现这种强调性的事情，或者说你认为他必须干的事情，他还是可能会忘。这个东西跟 LM 的本质是强相关的，你没法避免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后来就采用了这个叫 hook 的一个机制。这个 hook 的话，其实在各个 coding agent 里面基本上都有，特别是 CLI 的这些 coding agent， 比如说 Cloud 是吧，它就有，然后那个 OpenCode 也有。那当然 Q 的好像确实没看到。这个我们就做了几个事情呢。第一个事情就是那个有个 start hook， 这个 start hook 我们会强制要求 sub agent 在启动的时候去读一遍那个需要的那些 agent 的 MD。第二个是那个 compress hook， 就是你压缩了以后，我们认为压缩了以后它会遗忘，所以我们让它再读一遍这个。最后一个其实这个写出来叫 complete 的，也有名字不一定，反正就是任务完成的这个 hook。这个 hook 完成了以后，它是要求 agent 去收集结果，然后更新文档。这个 hook 本身是由这个硬编码的状态机驱动的，所以它的那个执行的这个调用的这个是肯定是100%的。通过这套机制的话，我们就基本上把我们这个东西给全部稳定下来了，好吧？继续往下。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测试这个事情。测试这个事情 Silo Project 的最开始的时候测试覆盖率大概在60%，最近期的话我们已经把覆盖率提高到了80%到90%，整个的测试用例已经接近4000个了。可以说基本上修改引入这种问题的话已经相对来说是比较少。在此之上我们还提供了20几个那种 use case demo， 那个本身也会作为我们的那个功能测试集成功能测试用例去做一个那个就是看护吧。然后再往上我们还做了一个对抗测试，就是我们单独开发的一个叫 To Do APP 的这个东西。然后这个的话它是把 Silo Project 作为自己的叫底座去把自己当用去使用它。
然后我想怎么用我怎么用，就让他自己去随意开发。我跟他讲了一个，就是我要开发一个 To Do APP， 你用 C6 Project， 然后其他的我啥都不告诉你，让他自己去看这个里面到底会怎么样。然后右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实际效果，就是他自己看到 C6 里面有这些能力，然后他就把它用了起来。然后这个里面他还发现了一些问题，发现了问题以后，他就会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你要去改，然后这个我们就反馈回 C6 Project 里面去做修改验证。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当前来说的那个已经经过一段时间的打磨，它的 C6 的基础功能已经来说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了。好，再往下吧。好，实战案例这个就简单讲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开发 security 模块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流程。我们用了那个SuperPowers 做我们的一个叫 TDD 的那个一个流程控制 skill 集吧。然后它也是，它开始的话它不会让我们说我要你做一个 C6 security， 它就开始干，它会跟我去详细的去交流比对，然后到底我们的范围是什么，我们要做到多深，是吧？然后这个基础的逻辑是什么，跟我其他的模块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可不可以？最后确认这个方案以后，我们就会把它这个东西写成一个 spec 的文档，这个 spec 文档再往下就成了一个 implement 的文档。这个 implement 呢，它就是基于 TDD， 拿到这个文档以后 ，AI 就可以完全自主去运行了。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过程中，实际上人需要参与的就是需求设计这个阶段，然后后面这4个阶段是我们让 AI 全部自己在干的。好，往下吧。这个就是示意图，可能一个个看一下，简单的。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输入，好吧？然后这个就右边的话就是它输出的这个文档，再往下。第二个就是他拆的这个文档，就是拿到 plan 文档以后，他就会给它拆成一个叫 implement 的一个文档，然后这个 implement 的文档，它就会详细到所有文件的所有行。这个过程中，你甚至还可以让他自己再校验一遍，校验了以后，它可能这个准确度就会提高。好，再往下，这个就是挂机了，好吧？往下吧。好，这个就是最后的一个验证，这个就是他自己，我们 hook 的话，它会保证所有的这个验证用例，就是你看它第一次的话，它是加了77个用例，现在的话应该有400个用例 ，security 模块应该是400个用例，基本上所有的功能，然后它容易出错的一些场景，然后我们都把它做了一遍。右边的话就是我们人工和 AI 一起协作，就是通过那个对抗测试这个发现，这个它里面有哪些缺陷，把这个列出清单以后，让 AI 自己后来去修复了，最后整个的一个往下翻吧。整个的一个项目的 security 模块目前来说是已经可以完全用了，这个就是最后一个节奏，就沉淀。就这个你可以看到我们的 Cloud MD 这个目录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这种文档，包括一些 skill， 还有一些 ruler 是吧？还有这个我们常用的一些 command 是吧？这个也是就是我们在过程中构建起来的。好，往下吧。好，这个总结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好吧，这个本来有个那个视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的，我现在这个共享不了，我可以把那个项目地址发给大家。这个有2个项目都可以在本地运行起来，然后这个里面有我们所有的一些能力，这个大家有需要的可以自己去取一下，好吧？先让大家看有什么问题。好的，非常感谢老师的分享。然后在我们之前议题介绍的时候，就有开发者提了一些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是想问，现在人工智能产出代码的效率很高，靠人审查比较困难。在开发过程中，如何保证代码质量严格按照自己的设计实现呢？开发这个东西你要分2个阶段来看，第一个是开发阶段，第二个是你后面的一个审查。这个东西你一定要让它割裂来看，不能把它们搞到一起去。开发阶段的话，我其实建议你用一些好的一些工具，我比较推崇的就是那个 Powers， 它会降低你的开发效率，但是它会提高你的开发准确度，这是一个。它会跟你把那个需求交互、需求分析做得非常的详细。你只有拿到这个东西以后，你才能知道我当初的一句话需求到底要做哪些事情。把这个事情定清楚了，其实你的这个后面写代码的事情的准确度是完全可以保障的。特别是现在国内的那个 GLM 5.1 和 5.2， 写代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差异就在前面这一块，就是我到底能不能把这个需求分析清楚，到底要干哪些东西，到底要做成什么样，跟我现有的架构匹不匹配，是吧？这个它可以帮助你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我刚才说的这个文档其实从目前来看，在 AI 这个领域，它比代码的这个重要性可能还更高一点。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代码其实像以前那种叫什么那种编码规范呢，其实在 AI 时代可能都会慢慢的淘汰掉。因为这个现在写代码的速度太快了，我可能不会去，比如说我发现一个功能挂了，是吧？我可能不是去改代码，我可能直接全部重写一遍，可能更快，是吧？
以前重构的这些事情呢，实际上这个成本已经很低了，所以这要求我们的文档要准确、要详细，而且要及时更新。就前面我做这个事情，就是有个事情就叫及时更新，就我把我们的架构约束定下来了以后，是吧？我们就不能让它随便调整，这个是要写到我们的那个约束里面的。然后这个文档到底改了哪些东西，是吧？特别是一些边界、行为边界，或者说契约变更，那么这个一定要是及时的刷新我们的文档。把这个文档刷新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下一次开发或者下次开发，甚至以后所有的开发，那么你的这个稳定性和准确度是相对来说是有保障的。就是对于大型项目而言，开发不是一次性的，你拿着一套什么工作流，是吧？什么全 SDD 或者 TDD 的工作流，开发一个功能，开发几个功能是。其实我理解没有什么难度，甚至你不用这个东西你也能开发。AI 已经基本上把一些常用的一些那种 harness 的一些能力都已经吸收到它的模型里面去了，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你的业务逻辑，你的这些领域知识，你要怎么去呈现？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要更重要一点吧。就是这个第二个维度就是审查这个事情。审查这个其实怎么讲呢？审查第一你要看你这个代码改的对不对，第二你要看你这个代码对其他的这个影响是什么？这个在大型系统也是一个非常难，但是很重要的这种事情。在我们公司内部，其实也遇到过这种难题，所以大家都在探索，就我们也在想办法开发这种基于 AI 的这种检视系统。这种检视系统，它不光是检视代码，你写的好不好看，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规范违反的。第二，其实它更重要的，我们觉得它应该去深层的去挖掘这个东西，它改了以后会带来哪些变更，这些变更的风险是怎么样子。其实已经有，比如说有那个叫 Open Code Review 啊，但这个它可能还是基于片面的这个代码，没有做到这种上下文的。可能我觉得后续往后面走的话，这种基于上下文的这种代码检测可能会效果更好一点，特别是 AI 来了以后，这个它的理解能力和速度是远远超越人类的，所以我比较看好后面这种场景。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分两边来看吧。第一个是代码你自己你要保证好你的这个哈尼斯工程，你要把它建好，把你这个跟着项目走，把它这种配套的东西都建好，然后让你团队里面的人能都用起来，不是你一个人能用起来，这样的话能保证你的这个开发的准确性和稳定性。第二个可以探索一下这种基于 AI 的代码检测系统，这个也是现在可能还说是探索不是特别多，但是确实是有明确需求的一个东西，好吧？好的，非常感谢老师讲的非常的透彻，也希望这个答复能解答我们刚才开发者的这个问题啊。那下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对于一些存在网络通讯的项目，人工智能需要真实的网络环境才能测试，但是它又无法创建真实网络连接的测试用例，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呢？这种我在想这个东西怎么给你打开。其实我们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了。这种最简单的嘛，就是你搭一个真实环境，但是这个用例是不能放在单元测试里面的，单元测试是一定要把它 mock 掉的。我们的做法就是在我们的 use case demo 和我们的那个刚才说的那个集成测试的一个 To Do APP 里面，我们去做这个事情。然后门禁系统是把它们两个挂上的，是做了这个事情，就是起了一个正式的服务器，然后它里面也有正式的功能，这些东西我们都是真的。但是这个功能，它所有的功能都是围绕我们要测试的这些功能点来做的。比如说 To Do APP 里面，它就提供了就是真实的数据库，用了 MariaDB， 然后 Redis 数据库它也用了，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因为你会发现，你不用真实的这种东西测，你光靠 mock 你很容易错。我举个典型的一个错误场景，就是那个大爆文。我们之前有个啥 bug 呢？可以看 C6 提交记录，就是写个很挫的代码，它没有去循环的去读字节流，它只读了一个 buffer。就是8196的一个 buffer， 它没有循环去读，这个在 mock 场景根本就测不出来。为啥？我 mock 下面的东西，它返回的东西就我们认为就是一个小的，就把整个结果给 mock 了，相当于就返回个空的，返回个成功，对吧？你根本就验不出来。但实际上我们拿到那个 APP 里面去一测，这种大的这种爆文一测就挂。所以我更希望你们就是说，建议你们就是说，把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这个东西隔离开，就是两种不同的设计思路。第一个是看你函数功能的正确性，还有你整个流程的正确性。第二个是就是要模拟一下我们的这种真实场景，是吧？其实现在有 Docker 的这种工具以后，布一个环境或者说分发一个这种测试环境来说，是已经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了。就不需要我们怎么搞个专门的人去搭系统，这只要你把Docker这个镜像搞好，其实这个环境搭建呢，其实来说是相对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好吧？好的，感谢老师的建议，我们也可以按照相关的尝试。好，那下面还有几个问题想问，关于神能框架，现在已经可以用于正式的生产环境了吗？甚至有没有计划上？我们现在马上应该会放到那个SIG 组织里面去孵化。就现在目前来说，在公司内部我们已经在用了这个。你要说怎么讲呢？开源项目也不存在说什么上100%能保证你商用的，因为它没有承担这个职责，就是你可以去用，这个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我们采用的开源协议是木兰，你直接拿去用，你们需要改造也可以进行改造。或者说你们发现了一些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提。这个中心仓的话，现在1.1，我应该是会跟着 LTS 版本走。如果说有非常强烈的需求，我们会单独去搞一下。现在呢，我们还是采用全源码编译的这种方式去搞的，就是代码库啊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构建脚本，它里面包含了就是依赖库的下载、编译、构建，包括测试这些，我们都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脚本，好吧？常用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基本功能是没什么大问题的。我们在 1.0.5 版本和 1.1.0 版本都做了一些测试，应该是没什么大的问题。什么时候会有正式版本呢？然后神能框架会有相关的书籍或教程的计划吗？这个可能我们现在暂时还没有规划这个事情，这个可能要到下半年。我们当前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叫 Zero AI 的一个小模块。其实我觉得都不需要书籍了，为什么呢？因为它那个文档是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完整的。就 Zero 的有个叫 DLCS 目录，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它里面的设计文档、API 文档和那些怎么存的，它都有专门的说明，可以把它你需要的话可以把它整理出来，这个比较容易。第二个，我刚才说了，我们做了一个 Zero AI 的这个玩意。这个玩意把我们前面讲的那些 Harness 的一些实践全部都搞了出来，然后你可以用它去快速的创建一个项目，然后你要哪些能力是吧，它都可以帮你快速的集成进来。这个也在说明文档里面都有。这个其实跟以前的开发模式其实已经有比较大的变化了。现在我们都是往 AI 开发这个路子上套，所以我们也在做这些 AI 亲和的一些处理。其实这里面文档这个事情应该来说是做的比较完整的，只是说没有说做到书这种，因为我觉得一个框架这个东西现在还轮不到我们去说出本书去专门介绍了，可能后面会搞吧。好的，感谢老师的解答，也非常期待我们后续会有更多的这个内容。